河北男子花30万买离奇病鼠，肥头肥脑还自带体香，16年后竟狂赚8000万。他的致富秘籍竟是不孕不育香。事情还要从1992年说起，河北一男子从加拿大旅游回国，啥也没带，就带了2只胖老鼠，一只价值15万不说，还花光所有积蓄为老鼠量身打造3室1厅，从此彻底痴迷养鼠无法自拔，老母亲下跪哭求都无济于事。蛰伏16年，成千万富翁，轰动全网。被老鼠俘虏的男子名叫王振英，别看现在搞养殖的他不修边幅，以前端的可是响当当的铁饭碗。10几年埋头苦学，毕业后成功入职企业进行科学研究，每天恪尽职守，积极投身工作，按月领工资，光鲜亮丽，相当体面。谁曾想安逸平稳的生活，在一次国外之旅后会被彻底打破，和同事被派去加拿大做调研。一个意外的发现，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。在市场上闲逛时，一块油光水滑的皮毛让王振英瞬间眼前一亮，棕黄色的皮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十分亮眼。靠近一闻，似乎还散发着淡淡的油香，这样的毛色简直前所未见。语言不通的王振英情急之下，连说带比划和老板打听了大半天，终于搞清楚了皮草的来历。又香又美的皮草竟然是从老鼠身上扒下来的，学名麝香鼠。因皮毛自带体香，在皮草市场上十分抢手，不少厂家为了拿下订单，愿意花高价收购，做成成品，转身一买就是真品。王振英一听很是心动，一个创业秘籍在脑海中闪现。虽然远在国外，人生地不熟，但为了和发财鼠见面，王振英想尽各种办法，终于在金钱的作用下找到了一家养殖户。当地人一看来了个对麝香鼠一窍不通的冤大头，眼珠一转，当场开出30万一对的天价。本以为会被还价，没想到王振英二话不说就刷卡走人。养殖户高兴的合不拢嘴，赶紧送货上门。30万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，一起出差的同事一听吓得连连出手阻拦。见一向理性的王振英突然上头，被迷得神魂颠倒，大家都说他是冤大头，竟然30万买2只老鼠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这里面到底有何猫腻？在同事的盘问下，王振英终于吐露真相。原来他老家当地就有的现成的皮毛加工企业，王振英多年来耳濡目染，一眼就看出了商机。这种大老鼠绝对是好东西，浑身是宝，价值千金。出差结束后，别人回国都大包小包带着外国特产，偏偏只有他带了2只大老鼠。经过海关的严格检验后带回了家，要创业就会有牺牲。辞去别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，就为了养2只胖老鼠。王振英的创业计划还没起航，就遭到了老母亲的拼死反对。河北男子花30万买离奇病鼠，肥头肥脑自带体香，16年后竟赚回8000万。他的致富秘籍竟是不孕不育香。从2只老鼠到家的那一刻，王振英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创业计划正式起航。儿子出国一趟，花了30万就买回2只大老鼠，还要辞掉铁饭碗搞养殖。消息一出，犹如晴天霹雳，老两口气得瞬间暴怒，眼看儿子冥顽不灵，苦口婆心不顶用，甚至下跪想阻止他的荒唐行径。见儿子铁了心要扔掉一辈子的铁饭碗，气得直呼要断绝关系。自从到家后，2只麝香鼠就成了王振英的宝贝，不但亲手为他们量身打造3室1厅，还建好专属游泳池供他们嬉戏。亲友听说后都觉得他是大冤种，只有王振英心里明白，一切尽在计划中。原来他辞职创业可不是头脑发热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致富绝招。经过调查发现，在当时的国内，除了新疆和黑龙江的野外有麝香鼠，当年的河北还没人大规模养殖麝香鼠。王振英为了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自从回国后就边养老鼠边学习专业的养殖技术。谁曾想养鼠计划才刚刚起航，就被一大盆凉水浇了个透心凉。不远万里从国外背回来的2只小家伙，突然开始不吃不喝，还有掉毛的现象。王振英心急如焚，连忙花高价请来兽医，一检查才发现2只竟然都是病鼠。麝香鼠好看不好养，一旦得病死亡率极高，更别说交配繁衍扩大生产了。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梦想中品种地道的优质麝香鼠，一只高达15万，竟然一个比一个病得重。
王振英这下彻底傻了眼，结结实实当了一回冤大头。可占地几十亩的鼠场和鼠窝刚刚建成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王振英心一横，就当30万买个教训，又托人从国内的养殖场买来一批优质健康的种鼠。一直以来都在纸上谈兵的王振英，自从开始养殖就问题不断，日夜守在养殖场里，每天愁容满面。短短2个月过去，麝香鼠还没来得及产崽就突然暴毙。印象中繁衍能力极强的老鼠产量极低，不说还十分孱弱，屡屡遭受打击的王振英为了改变现状，经过多方打听，了解到新疆的麝香鼠各大肥硕。为了深入学习麝香鼠的生活习性和养殖技巧，王振英立马前往新疆取经。学成归来后，王振英的养殖场从此步入正轨。第一批交配繁衍的麝香鼠，临近生产期脾气异常暴躁，时不时就越狱逃跑。王振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母鼠上，为了照顾不惜整夜不眠来回巡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一批产下的幼崽个个活蹦乱跳，茁壮成长。眼看一直以来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又遇上了大难题，不会提取麝香。河北男子养奇怪老鼠，肥头肥脑还自带体香，16年后竟狂赚8000万。他的致富秘籍竟是不孕不育香。苦心培养出的科技人才，扔了铁饭碗，花光所有积蓄就为养大老鼠。自从建厂养鼠以来，王振英就成了全家的笑柄。3个月后，每天住在养殖场和老鼠为伍的王振英，终于亲手培养出了第一茬麝香鼠。眼看小家伙们在悉心喂养下，一天天茁壮成长，投资终于要有收获的时候，怎么提取麝香却成了大难题。懂行的专家一听，建议他直接去俄罗斯深造，绝对会有收获。王振英十分听劝，自创业以来可以说挥金如土，一点也不怕花冤枉钱。第2天就立马买机票飞往俄罗斯取经，在品尝了俄罗斯的特色美食和美景后，学成归来的王振英也成了半个专家，对外来养殖技术进行加工改良，和养殖场的实际情况结合，量身定制了1套专属养殖方案。提取麝香之前，必须先用特殊手法给麝香鼠按摩，随后再提取和收集到容器中，1年下来就能提取100多公斤。但奇怪的是，受品种影响，原本应该是棕色絮状物的麝香，竟然全成了乳白色。麝香是有了，但卖给谁又成了问题。国内相关产业稀缺，王振英抱着宝贝四处打听，终于遇上了伯乐。一个海外华人验货以后，二话不说，把王振英的所有存货全都花高价收购。创业1年多，终于开单大吉。王振英顶着巨大压力，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。一听麝香被收购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只可惜还没高兴几天，麝香禁止出口的消息就犹如晴天霹雳，打得王振英措手不及。一旦为了利益非法出口，很有可能招来牢狱之灾。可麝香的保质期最长也就2年，这就意味着所有麝香只能自行消化。直到2013年，麝香鼠体内的麝香被有关部门正式认定为名贵中药材，才解除封禁。从此以后，王振英的养殖场除了出售自带体香的皮毛，纯正优质的麝香更是价值不菲。此后短短1年时间，2项收入加起来，王振英净赚8000万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鼠大王。产品远销海内外，销路彻底打开后，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麝香鼠的麝香和古装剧中能致人不孕不育的麝香可不是一码事儿。大家熟知的麝香来自雄鹿身上的一处囊腺分泌物，属于一种可长时间持续产出，割下来没多久就又会长出来的身体部位。2种麝香虽然功效不同，但都相当名贵。一只老鼠竟然能有这样妙用，简直大开眼界。不过野生麝香鼠属于保护动物，受法律保护，千万不能随意猎杀和逮捕，不能买卖，更不能杀害。瓜仔大鱼全网征稿了。